现在在你面前的是《超级机器人大战》中阿花2的男主角机3世的后继机，原 ATX 小队队长酷爱羞耻台词的29岁中二男增加宗伯鲁特的爱机，同时也是 OG 系列仅次于古铁外我最欣赏的机设。原本名字叫 Dynamic General Guardian， 却被强行改名男人味十足的机体。终于等到了千大爷的这只大增加。从我第一次初中在模型店里远远地望着 HG 的那套刃马一体，到大学死活舍不得买的超合金魂神物，我一直在等着一款兼具可动、造型、质感的究极大增加玩具。而今天它终于来了。从灰模公布的那天起，真的是不知道等了多少个日夜，终于等来了自己曾经怎么也买不起，一直惦记在怨念单上的怨念物。太激动了，实在是。话说这盒子也是大的有够离谱的，还好没有用回以前那拉垮的软皮纸盒。盒子虽然很大，但配件量却完全是相反的，其中有好大一部分是这个地台，竟然还给了 MB 式的这种支架，这个地台的尺寸和手一比，简直大得吓人啊。另外就是这一堆很奇怪的黑色的零件了，乍一看肯定是搞不明白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实际上这是拿来给五指全可动的大增加的手里握持那些超大超重的他的刀的。这个插装看似不起眼啊，但配合上刀柄的滑槽，实际的握持表现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那说到刀，这才是大增加的灵魂。普通状态下的武士刀就非常长了，设定里的刀型这里会展开，然后就蹭蹭蹭的变大变长，就成了这个样子。从普通的武士刀就变成了这样的欧式重剑，这尺寸也是吓人的大呀，感觉都够小朋友拿在手上玩了。这涂装做工这些的，虽然没有加上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但毕竟是千大爷，你大可以放心了。另外还给了2个像这样的赛钢零件，也是乍一看以为是没什么用的连接件罢了，但其实这玩意儿是为了还原大增加在激战的设定中那一发火箭飞拳的招式设定。这里看到曲肘后有一个锁扣，抬起来后就能把整个前臂都给拔下来，然后就能把这个灰色的零件给插上去了，然后摆正手臂的姿态，就能拿出刚刚的小支架插到后面了。可以看到千大爷这里连小臂后方的推进器喷口都给还原了，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啊。那最后的配件就是这一堆的脸型了。作为超级系的机器人，脸能怒吼，这不是常识吗？那同一个脸型给了2个，区别就在于眼睛，一个是有黄色涂装的，而另一个是全透明的，为之后的眼睛发光做准备。当然了，如果你买的是官网的特点版，那你还会多出这么一版的吸速，里面附带了大增加的唯2远程投掷技能、大车轮的刀身，以及这个放大招时才有的特写专用表情。那要说这个特点值不值呢？我反正是觉得比之前真盖塔龙的塑料片和重战机的小飞艇要值太多了，非常适合配合着必杀技一起使用。那缺点就是特点版会贵不少了。配件总量算不上多，但每一个都是有故事的，也都是很重要的配件。不过真正的重量级的便是这次的本体了。相比较于超合金魂等一些其他厂商的产品呢，这次的千大爷进一步强化了各个装甲的量感，很多尖刺的地方都变得更大了。整体除了腰身，其他的地方都完全的大了一号，这使得原本的日本武士的造型也变得更有官邸 BOSS 的邪气了，整个感觉是超级的壮硕啊！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造型满不满意，能给几分呢？我个人是感觉有点壮硕过头了一点点啊。至于涂装和品控，还是那句话，这是千大爷死贵的产品，我反正是看不出来有什么能吐槽的点，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这次的大增加的另一大卖点就是亮灯了。首先是头部啊，需要替换成透明眼的脸型，替换的过程就是简单的插拔替换，紧实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替换完成后就能拔下前面这块胸甲了，里面隐藏着头部亮灯的电池仓。接着我们拿出这个小零件啊，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对它很眼熟啊？没错，就是这个玩意儿。增加能拿它来点亮大增加，那么现在大增加和操纵感都在你的手上，你也可以。眼部的亮灯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艳，当然能亮灯的可不止眼睛。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大增加这2个肩部的圆环也有一招。那还原这一招也是需要先找到电池仓啊，这次是藏在肩甲的外侧下方，需要把灰色的零件先取下来。那同样的，这里的开关也是用的磁吸式的，
所以还是能把零件先装回去，用遥控杆来操纵亮灯。不过肩甲的效果因为发光的面积大，亮度就比较的一般了，而且零件有点透，所以能看到内部的灯珠。OK， 那么配件和灯光就已经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来到我认为最重头戏的可动的部分。那别看头部设置了发光的机构，但脑袋和走线几乎是不干涉的，低头能做到30度，抬头也有差不多的幅度，左右的摆头也是用的内部的球冠，也能做到左右各30度左右的幅度。转头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左右180度就已经是极限了哦。这个大肩甲的外面的灰色尖刺有一段可动，肩甲本身也能上下摆动一段距离。然后来看到蝴蝶肩的这里用的是 POM 磨铁的结构，但是调教的真的是非常的紧啊，向前和向后都能有大概20度左右，不过太紧了，甚至有一点掰不动啊。然后就到了这酸爽的齿轮关节了，整个手臂在大风车的过程中都在咔咔作响，而且这个齿轮简直不是一般的紧啊。然后再来看到这个平台，大臂的平台也是齿轮关节，但只能到60度左右，剩下的30度需要肩膀根部的上抬来补齐，也是齿轮关节。大臂的根部是设置了360度的平转的，不过这里就没有给齿轮关节了呀，怀疑是不是空间不够坐不下了。那么再来看到这个超过120度的曲肘，同样也是咔咔作响的齿轮关节。接着是手腕的金色护甲，是有小可动避让的，这个金色的环本身也能带着手一起旋转。但是手部的这个调教我就得批评一下钱大爷了，这个简单的前后左右的球冠的摆动幅度被弄得超级无敌的紧，我一开始甚至以为是掰不动的。当然了，这是为了能拿稳40米的大长刀，紧我也只能认了。另外这次的手指是采用了全可动手，就是那个广受好评的超级全可动手，大拇指甚至模拟了虎口的伸缩肌肉，然后在指节上套上球冠。不过这个手唯一的缺点就是其他4指都是一模一样的，长度也是一样的，这其实是有点奇怪的。接下来看到腰部，整个腰部的可动可也是全齿轮的关节啊，前倾虽然有30度，但只有2段的齿轮，而后仰就几乎是没有的了。左右的侧摆也有15度的范围，但是总共也就3段的齿轮限位点。最后的腰部的平转也是齿轮的关节，但是这里的齿轮听声音就能感觉到这个力度是有点微弱啊。我觉得腰身是整个本体的受力重点，这里的齿轮应该都要做硬一点才对。裙甲方面，首先后裙甲可以还原这个高速推进时展开的结构，而前裙甲是可以做这样的向前转动和90度向上抬起的。最后是侧裙甲，内部是一个能够前后摆动并且能够旋转，还能做侧面轻微抬起的结构。腿部的这个齿轮关节就非常的给力了，听听这个声音，大增加的脚真的是超多合金的，超级重。然而90度的前踢还是把持的稳稳的，同样的后踢也能到超过45度一点的幅度。侧抬的这个齿轮就更费力了，尤其是刚要抬起的这个时候，真的是得费老大的劲才能掰动嘛。那平抬的角度也能到标准的90度的侧抬。而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平转了，大腿根的平转也给弄了个齿轮的关节，并且理论上是可以360度转动的。屈膝的角度是比较一般的，只能转动到120度左右，不过屈膝的把持力度也是非常的优秀啊，而且虽然不明显，但注意看膝盖内部这里有个小连杆，其实这里也是有一定联动幅度的。来到脚掌，前方的这块装甲有段球冠连接，那来看到这个异形的脚掌，完全的一块合金啊，前后的抬脚垫脚范围其实不大，30度左右，但都是齿轮的关节，并且后方的液压杆也有在联动，并且不止前后会动，左右接地也能跟着动，而且向内的接地有3段的齿轮，能到惊人的60度的范围，向外就稍微差一点了，大概只有15度左右。另外脚掌是不具备平转的结构的。那么这样的可动各位觉得如何呢？虽然谈不上超可动吧，但不错的幅度加上咔咔作响的齿轮，要不是全身上下的刺太多，手都给血祭了2次，不然我脑子里还有好多好看的动作可以拍呢。总的来说就是各方面的素质其实都非常的在线，但实际的把玩过程中受到外甲刺太多、体积太大、重量太重的干扰，把玩的体验其实是不太舒服的，但作为收藏来说它绝对值得回票价。 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评测的全部内容了。最后的最后当然是留了个大招了，让我们一起来展开大增加背部的推进器，来一发大增加的单体最终必杀技。巨人を断つ剣稲荷